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莉莉。糯米别只会用来包粽子了，今天用糯米和大虾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，不用煮不烙饼，出锅软糯鲜香，比粽子汤圆都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00克糯米，把它放到碗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糯米简单的淘洗一下。我们在淘洗糯米的时候，不要用力的去搓洗，那样会破坏掉糯米表面的营养成分。用手轻轻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把淘米水倒出来，淘米水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浇花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糯米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个小时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再准备几个大虾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大虾。我今天买的呢是这种冻虾，价格相对便宜一些。我们把大虾处理一下，用剪刀像我这样把虾尾剪下来，虾尾不要扔了，留着等一下用。接着再把虾头掰下来，不要了，再把虾壳去掉。像这种冷冻过后的大虾，虾壳是很容易去掉的。去壳后再取出一把小刀，在虾背这里给它划上一刀，给它开一个小口，把虾线取出来。虾线是虾的肠道，非常脏。处理好的大虾把它放大碗中，剩下的大虾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处理好，全部放入大碗中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虾肉清洗一下，简单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把虾尾放入盘中，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1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切好后放小碗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给它切成葱段，切好后也放小碗中。往里边加入几瓣八角，再加1小把花椒，倒入适量的开水没过所有食材，用筷子搅拌搅拌，让所有食材受热均匀。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泡出葱姜八角和花椒的香味。接着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再切成细丝，也是切得越细越好。最后再切成胡萝卜丁，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。剁好后放入盘中，接着再准备1块老豆腐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再倒入适量的开水没过豆腐，把豆腐烫一下，这样可以去除豆腥味。烫好后再把豆腐取出来，放另外一个大碗中，用手把豆腐抓散，尽量多抓一会，抓得越碎越好。最后抓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300克猪肉，猪肉呢要选择这种8分瘦2分肥的，这样会更加油润好吃。把猪肉切成小块，这里想怎么切就怎么切。切好之后放绞肉机中，再把虾仁放进来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肉末，也不用搅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搅好后再放大碗中，像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现在我们的葱姜水已泡得差不多了，再下手抓揉一下，给它抓揉出葱姜汁。抓匀后，再把葱姜水过滤到肉末的碗中，大约需要30毫升左右。再来调一下味，加2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1勺食盐，适量的胡椒粉，再打入1颗鸡蛋清，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给它抓拌均匀，让肉馅把这些料汁完全吸收。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，搅拌至肉馅上劲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状就可以。再加入葱花和胡萝卜丁，继续给它抓拌均匀。抓匀后再把豆腐放进来，继续给它抓拌均匀。
让豆腐完全融入肉馅里。抓匀后再加1勺玉米淀粉，继续给它抓拌均匀。最后抓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糯米泡得差不多了，取1颗糯米，用手轻轻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，说明就泡好了。再把糯米抓洗几下，洗净后控水，捞出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1根去皮的胡萝卜，给它切成薄片，薄后要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后再准备一个盘子，把切好的胡萝卜片像我这样摆入盘中，转着圈的摆放。全部摆放好以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抓一小把肉馅，大约有40克左右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给它团圆，团成和乒乓球样大小的小圆球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它放糯米的盘中，再给它均匀地裹上一层糯米。裹好糯米后，再把它取出来，再放到手心给它搓一搓，让糯米粘得更加牢固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再放入盘中，放到胡萝卜片上，剩下的肉馅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样的丸子，依次放入盘中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把刚处理好的虾尾，像我这样插到糯米团子的中间，每一个糯米团子呢，都给它插上一个虾尾，全部插好后，像这样就很好看了。然后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一股虾肉的鲜香味扑鼻而来。看一下糯米，中间没有白心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像这样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虾肉豆腐珍珠丸子就做好了。大虾和糯米这样做，颜值高，味道好，由猪肉和虾仁调成的馅料，再加点豆腐团成丸子，再裹上一层糯米蒸制而成。卖相呢圆圆滚滚，雪白晶莹，一口咬下去，不仅仅有肉馅的鲜嫩，还有糯米的软糯。再放点虾尾点缀一下，卖相更好了。端午节糯米别只会用来包粽子了，学会这样做，全家人夸你是大厨。做法真的是没有任何难度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